朋友们好，欢迎你们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欣赏两盆多肉。这两盆多肉呢，和我们平时看到的多肉呢有一点点不同。它们的叶子呢都不是那么厚实，但是比普通的观叶植物呢要厚实一些。它们呢也属于多肉植物。一盆呢叫莲花掌，这一盆呢叫 Baby Sun Rose， 它也是叫 Rose。你没有听错，它就是叫做宝贝阳光玫瑰，很有意思的名字。它看上去和玫瑰花一点都不像，它完全是一种多肉植物。它的叶子呢也是比较肉肉的，但是不是呢非常厚实。我们先来说莲花掌。我的这盆莲花掌是我在冬天的时候遇到的，那个时候天气很冷，下着大雪，看到这么一盆绿植呢，很是激动，就把它买回来了。它呢，应该是以观叶为主的。我看出来呢，这个花呢，它的漂亮就在于它的叶子，而且呢，它有很好的重生性。这个呢，多肉植物呢，通常都是这样，它们长叶子就是长花，它们的叶子也可以说是一朵一朵长出来的，非常的可爱，就一朵一朵的这样重生出来。那而且它的每一片叶子呢，也长得很秀气，边缘呢是粉红色的，中间呢是翠绿的，然后这样一层一层、一丛一丛的发出来呢，那它整个这一颗植株的株形会非常的漂亮。很让人享受，非常养眼，特别呢是在冬天的时候。那我养了1个多月以后呢，它发出来不少新的小芽，它已经长大了，有1倍那么多了，比我买的时候。那现在呢到春天了，我呢就要给它做好拿出户外的准备，我要让它呢强壮一些，现在呢就开始给它施肥了。我给它施的肥呢，主要是多肉植物的专用肥，有时候也施一点自己沤制的淘米水，都挺好的，它很喜欢。那现在春天了，是它最佳的生长季节。如果想让它长大，并且想在秋天给它做繁殖呢，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促进它生长的时机。这个花呢长好了以后，株形会非常漂亮，而且你听它的名字也是莲花掌，所以可以看出来呢，它这一朵一朵长出来的这个叶子就像是莲花一样，只不过呢是绿色的。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一颗 Baby Sun Rose， 这个是去年秋天快要结束的时候。快要到圣诞节了，我去逛花市看到的。当时呢，它是被当作特价花来处理的。我买回来的时候呢，它有很多枯叶，大概1/4的叶子都枯掉了，而且打蔫。但是呢，它枝条顶端的叶子呢，都还是青青翠翠的，看上去呢，还充满了生机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花呢，可能是，在它出售之前，或许呢摆在户外被冻了一下。那因为这个花它其实也有一定的耐寒性，所以冻死呢不至于，可是呢冻伤是可能的。那我想把它买回来放到适宜的温度，这种室内温度下呢，它一定就能够重新恢复生机。那果然呢，我把它放在窗台上不久呢，它的叶子就恢复生机了。我再给它施一些多肉植物喜欢的花肥呢，它的叶子就变得肥厚，然后呢还开花了。当时呢我也给它做过一个视频。那它的花呢开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就到了真正的冬天了，那就是今年的1、2月份。我呢也想过让它继续开花，其实呢这个念头挺贪婪的，因为植物吧在冬天很多植物呢都是休眠的，像 Baby Sun Rose 这种植物呢，它的最佳生长期
肯定是春天和夏天，所以如果你想让它在冬天开花呢，是挺为难它的，是违背了它的自然规律。所以我想呢，植物呢也有自己的生长规律的，所以我呢不打算破坏它了，就让它呢安心休息休息。所以只是偶尔呢给它浇一点水。那到了3月份的时候呢，有一次我给它浇了一次透水，因为我觉得它叶子有一点干，浇了一次透水以后呢，它就开始长新芽。我就意识到它的生长期到了，它呢感觉到外面有那种春天的气息了。我觉得植物啊真的很聪明，它们能够感觉到春天来了。即使是在室内，家里打着暖气呢，它的温度是恒温，都在20度左右。那植物它依然能知道什么时候是真正的春天，所以冬天温度到了，它也不会给你开花了。但是到了春天，它就自然而然的长出很多的叶子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除了给它施一些多肉植物喜欢的磷钾肥以外呢，我觉得它也需要抽新的枝条，所以呢，也给它施了一些叫做吞退的这种氮磷钾素子相同的这种化肥。吞退呢，就是20，就是它的氮磷钾比例都是20。那这样的花肥给它施了以后呢，我觉得特别好，它很快呢，它的枝条就开始长大长长，就伸出去了。而且叶子的颜色呢也变得很鲜艳，有一种翠绿的那种漂亮。加上它的这个边缘呢是白色的，那这个花冠叶呢已经是让我感觉到非常陶醉了。那我相信很快它呢会开花。那我就觉得这盆花呢，从去年12月份买回来，一直到现在4月份，我养的呢非常成功。那也觉得呢，就是它的将来呢一定会很好的。而且呢，像现在4月份，以这样的方式来养护它呢，就非常有益于给它打好搬到户外去养护的这个基础。每一棵花呢，它都需要一种强壮的体格，来慢慢的去接受全新的环境。即使呢是从室内搬到户外，它依然是要适应新的环境。身体强壮呢，它就能更好的适应新的环境了。好，今天呢我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欢迎订阅、分享与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